就因为下雨天，好心在新同事上班，我的车机被他的一杯滚烫豆浆彻底烧毁。结果他不仅不赔钱，反而仗着堂哥是人事主管，勒索我赔他全勤奖，还强抢我辛辛苦苦熬夜写出的调研报告去骗取奖金，甚至大言不惭地逼我替他高达3.5万的庆功宴买单。行，这单我买，发票我开，录音我存。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这笔钱将是把他们彻底钉死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根钢钉。你怎么开车的？我的热豆浆全洒了。乔楚楚，前面是红灯，我正常踩刹车，是你非要在车子行进的时候解开安全带站起来补妆的。你一个开破二手车的，脾气还挺大。陆源，我告诉你，要不是今天下暴雨打不到车，你求我坐你的破车我都不坐。现在好了，车坏在半路上，这个月的全勤奖肯定全扣光了。废话少说，我的裙子干洗费500，加上我被扣的2000块全金奖，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转2500。你弄坏了我的车机，一句道歉没有，还要我赔你全勤奖？你这破二手大众的塑料屏幕能值几个钱？修一下顶多200块。你可别忘了，你还在试用期。我堂哥是人事部的主管，只要我一句话，你明天就得卷铺盖走人。你一个外地来打拼的穷小子，丢了这份工作，下个月房租交得起吗？行，这笔钱我转给你。但在转账之前，我们要把话说清楚。这2500块是你要求我赔偿给你的全勤奖和干洗费，对吗？算你识相，磨叽什么？赶紧转！收到钱了吧？算你懂点规矩，赶紧叫拖车把你的破烂弄走，别耽误我堂哥在办公室等我开早会。他不知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相关刑法司法的解释，以保住公工作为要挟，强行索要的2500块钱，已经触碰了敲诈勒索的立案标准边缘。更何况，这辆大众虽然是二手的，但也轮不到他来撒野。喂，师傅您好，我的车中控进水烧毁了。对，行车记录仪拍得很清楚，是人为损坏。麻烦您拖车的时候，务必帮我开具一份最详细、最正规的官方定损单，我要留作法律证据。哎呦，有些人啊，就是穷酸又没用，车破也就算了，技术还烂，害得我迟到。不过嘛，算他懂事，知道自己惹不起我堂哥，乖乖把我的全勤奖和衣服钱都赔了。陆源，愣着干什么？既然你今天迟到了，就当是将功补过。这是我负责的社区文旅调查报告，下午3点前你要帮我排版好，把数据全部核对，便交给我。乔楚楚，这是你的本职工作，我的岗位职责里不包括替你做文旅调研。你敢拒绝我？你是不是刚才转账把脑子转坏了？我堂哥可是人事主管，我把工作交给你，是给你机会锻炼。你信不信我一句话？一句话让我在适应期滚蛋是吧？乔楚楚，公司的员工工手册第3章第15条写得很清楚，禁止任何形式的职场霸凌和违规摊牌工作。你现在是在以人事主管堂哥的身份，强制要求我完成你的工作吗？少拿员工手册压我！在这里，我堂哥的话就是规矩。这份报告你今天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不然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好，我明白了。你明白就好，赶紧干活。小卢啊，你这又是何必呢？他堂哥乔主管确实管着咱们的转正生杀大权，你刚来大城市打拼不容易，服个软儿，帮他把这活干了算了。哎，咱们普通老百姓惹不起这些有关系的人呐。张哥，谢谢你，但我相信公司是讲规矩、讲效益的地方，普通老百姓也不能任由别人踩在头上。
陆远，3点快到了，我的文旅就业报告你做完了没？都在这里面了。还有社区走访的原始录音汇总，一字不差。乔楚楚，我再确认一遍，这份由我独立完成，包含我实地走访新穴的报告，你现在是要拿去作为你的工作成果汇报吗？陆远，什么叫你的工作成果？我是策划部正式员工，你只是个试用期的助理，这叫协助上级完成工作，懂不懂规矩？我告诉你，这份报告只要交上去，我堂哥就能用它给我申请这个季度的优秀员工奖金，整整8000块。你呢，就乖乖当你的底层打工人，要是敢在外面乱嚼舌根，我堂哥立刻让你滚蛋。也就是说，你不仅要强占我的劳动成果，还要利用乔主管的职权去骗取公司的专项奖金。骗，这叫合理利用资源。我堂哥是人事主管，他说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怎么，你不服气？不服气你去总公司告我呀！哼，看看谁理你这个连转正都困难的穷酸小子。小陆啊，你糊涂啊！那份报告我看了，数据做得特别扎实，你交上去肯定能提前转正的。你现在给了他，这不是白白给他做嫁衣吗？张哥，别急。偷他人的工作成果去骗取公司奖金，这在劳动法和公司合规制度里叫职务欺诈。这件嫁衣他穿得上去，但脱下来的时候恐怕得脱层皮。今天开会主要是表扬一下我们策划部的乔楚楚同志。楚楚虽然入职不久，但这份社区文旅调查报告做得非常出色，数据详实，逻辑严密，充分展现了我们公司年轻员工的拼搏精神。楚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谢谢乔主管的认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亲自去跑了10几个社区核对数据。虽然很辛苦，但只要能为公司做贡献，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好，说得好。相比之下，某些试用期的新人态度就有很大问题了。陆源，我听说你今天早上不仅迟到，还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在办公室里给同事甩脸色。我们公司是看重能力，但更看重人品。你这种不团结同事、消极怠工的态度，我看你的适应期考核很难通过呀。乔主管，对于您说的消极怠工，我不能认同。今天早上迟到，是因为乔楚楚女士在蹭我的车时，人为损坏了我的车辆中控，导致抛锚。而且，我不仅赔付了她所谓的全勤奖，下午还够了！你还在狡辩，自己车破影响了同事上班，还倒打一耙。楚楚是那种会无理取闹的人吗？是与不是，我有行车记录仪和转账记录为证。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只看结果。结果就是楚楚交出了一份完美的报告。我宣布，基于乔部主的突出表现，我将直接向分公司总经理申请破格提拔乔部主为策划组组长，并全额发放本季度优秀奖金。至于你，陆远，鉴于你态度恶劣，我以人事主管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你的试用期考察延长1个月，在此期间扣付一切绩效补助。乔主管，您作为人事主管，在没有进行任何事实调查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扣除我的绩效，甚至利用职权违规提拔亲属，您确定您的流程合规吗？在这里，我就是合规。你一个试用期员工也配教我做事？好，我记住了。希望您将来面对集团审计的时候，也能这么理其重。今晚我请客，庆祝我升任策划组组长。晚上6点，市中心那家最高档的海鲜酒楼，部门所有人必须去，不去的就是不给我这个新组长面子，也不给我堂哥面子。陆远，今晚你也得来，你不仅得来，还得给我端茶倒水。你要是敢不来，明天我就让我堂哥随便找个左脚先迈进公司的原因，直接把你开除。你一个小员工，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去，为什么不去？新组长请客，我一定准时到。希望今晚的消费你能承受得起。陆远，你愣在门口当门神啊？过来倒茶，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活该你赚不了正。乔组长，茶倒好了。
算你识相。堂哥，您看菜单，这家的帝王蟹和澳洲鲍鱼特别出名，咱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既然是我们新晋组长请客，那大家就别客气。服务员，这2只5斤的帝王蟹要了，鲍鱼1人1只。对了，再拿2瓶你们这儿最好的5粮液。小陆，这阵仗一顿饭下来得大几万啊！乔楚楚这是下血本了。来，让我们共同举杯，敬乔主管一杯。陆远，你什么意思？大家都在敬酒，你端杯白开水坐那装清高，懂不懂职场规矩？乔主管，我酒精过敏，实在喝不了酒，而且我明天还要早起跟进新社区的调研首尾工作。陆远，你少拿工作当借口，今天是我升职的大日子，你不喝酒就是不给我面子，更是打我堂哥的脸。别跟这种低层打工仔儿一般见识，哼，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在咱们部门待着也是浪费空气。打扰一下，各位贵宾，您本次消费共计35800元，请问是哪位买单？陆远，去结账。楚楚，你喝多了吧？刚才明明说是你请客庆祝升职的，怎么让小陆去结账？他一个试用期员工，哪里拿得出3万多块钱？张哥，你闭嘴，这里没你的事儿。陆远，这35800就当是你今天早上弄坏我全勤奖，下午又顶撞我堂哥的赔礼道歉，把单买了，咱们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你升职请客，却要用强制手段逼我一个下属来买单，你觉得这合理吗？合理？在这里，我堂哥的话就是理。你是个聪明人，35000换你一份月薪8000的工作，划算得很。你要是今天不结这个账，明天我堂哥只要随便在考核表上划一笔，你不仅要滚蛋，整个行业的 HR 都会收到你品行不端的背调，你这辈子都别想在这个城市找到好工作。乔主管，您作为人事主管，也认同这种强迫下属替私人宴请买单的行为吗？这是以此作为我保住工作和转正的交换条件吗？小陆啊，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点儿。这不叫强迫买单，这叫职场情商投资。你把今天这顿饭安排明白了，你的试用期考核我亲自给你签字通过。否则的话，我们公司可不需要你这种不懂感恩的员工。大家都听到了。听到了又怎么样？谁敢替你作证？赶紧掏钱，别磨叽。好，这单我买。刷卡35800元。另外，麻烦你给我开具一张全额的发票，发票不用写公司，就写乔楚楚个人消费。还有，麻烦把消费明细清单给我打印一份，我要留底。算你识相。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陆远，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带一杯星巴克，少冰无糖，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小陆啊，破财免灾，以后在公司只要你乖乖听楚楚的话，有我一口汤喝，就饿不死你。小陆，你糊涂啊！35000啊，你得攒多久？你这就当面被他们给抢了。张哥，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得上班呢。这不叫抢，这在刑法上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司财物，而且35800，数额巨大。你好，我是刚刚 V8包厢的客人。我有一块很贵重的手表，好像掉在包厢里了，刚好包厢里有监控。为了避免误会，能不能麻烦您配合我拷一份今晚 V8包厢的监控录像？陆先生，3个小时的监控视频已经全部拷贝到您的手机里了。多谢配合。
当特权成为霸凌的工具，当合规被私欲践踏，普通员工的尊严不应成为权力的祭品。现实名举报华东区分公司人事主管乔建国及员工乔楚楚，证据已备齐，请严查到底。陆远，我的星巴克呢？昨天晚上我是怎么交代的？少冰，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乔楚楚，公司规章制度里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适应期员工必须每天给组长买私人咖啡。昨天的3万5，我已经算是为你的升职买单了。从今天起，你的私人跑腿业务我不接。你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刷卡把脑子刷坏了？你以为你花了3万5就能在这儿当大爷了？我告诉你，那只是买你留在公司的门票。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我堂哥，让你今天就滚蛋！你随便。按照劳动合法第39条，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给出合法的理由。我没有违反任何公司纪律。你堂哥要是敢无故开除我，我们就去劳动仲裁局见。好得很，长本事了是吧？拿劳动法吓唬我！你个外地来的乡巴佬，还在我面前普法，在这个分公司，我堂哥就是法。老张，楚楚组长，你别生气，小陆年轻人火气旺，不懂事儿。小陆，你快给组长道个歉，不就是杯咖啡吗？我现在去楼下给你买，行不行？张哥，你坐下，不用你去。乔楚楚，你应该庆幸我今天没给你买咖啡，因为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怎么喝咖啡，而是怎么跟总公司解释你那份所谓完美的调查报告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那是我辛辛苦苦熬夜写出来的，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所有人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天大的好消息！总部刚刚下发了紧急文件，集团纪检审计部和人力资源总监联合成立的特别督查专案组正式进入我华东区公司，半小时后就抵达我们分公司。堂哥，乔主管，总部怎么会突然派级别这么高的专案组过来？难道是？没错，就是因为你。文件里明确提到了，要针对近期策划部提交的社区文旅调研报告及相关团队作风问题进行专项面谈。楚楚，你那份报告惊动了总部高层啊！这是要越过分公司，直接提拔你。天哪，真的吗？我就知道我的才华是不可能被埋没的。乔主管，那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准备一下迎接总部领导？当然，全员大扫除，把那些没用的垃圾都清理掉，绝对不能让总部领导看到我们部门有任何不和谐的因素。陆远，既然今天总部领导要来视察我们优秀团队，你这种严重拖后腿、品行不端的人，就不要在这里碍眼了。我现在以人事主管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立刻收拾东西走人。乔主管，您确定您看清楚总部的红头文件了吗？纪检审计部通常是下来查贪腐和违规的，您见过哪家公司提拔员工是派纪检委下来面谈的？你懂什么？这叫集团对人才的全方位背调。一个被开除的底层打工仔，有什么资格揣测总部的意图？陆远，你就是嫉妒，你嫉妒我的报告惊动了总部，嫉妒我要飞黄腾达了，赶紧滚吧，别脏了总部领导的眼。对了，昨天那3万5，全当是你给我这个未来总部高管交的学费了。3万5的敲诈勒索，加上职务侵占、学术剽窃，乔楚楚、乔建国，我不走。既然总部的专案组是冲着这份报告和作风问题来的，作为你们作风问题的受害者，专案组应该很想见见我。反了你了！保安，保安呢？马上叫保安上来，把这个寻衅滋事的无赖给我扔出去！乔主管，消消气儿，别因为这种人影响了咱们迎接领导的心情啊！小陆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你昨天刚亏了钱，今天再被保安打一顿，不值当啊！快走吧！张哥，我说过，公司是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不走，要走的人是他们。哼，死鸭子嘴硬，我看你怎么死！
等保安上来，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您好，您好，您一定是总部来的领导吧？我是华东区公司人事长乔建国，这位是我们策划组组长乔楚，那份优秀的调查报告就是他主笔的，我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领导们好，我是乔楚楚，欢迎总部领导莅临指导。我是星辰集团纪检审计部总监林谭，我们接到多份实名举报，并附有极其详实的录音、监控及财务凭证。乔建国、乔楚楚，根据总部核实，你们二人涉嫌长期职场霸凌、强迫下属买单进行职务索贿、恶意剽窃他人商业报告，以及利用职权违规提拔利益相关者。林总监，您是不是搞错了？那份报告是我们楚楚的心血呀，我们怎么可能？有没有搞错？证据会说话。请问哪位是陆远先生？林总监，我是阿德陆远。昨天晚上发给总部的那些音频、发票和行车记录仪视频，是我实名提交的。你就是陆远，很好。你提交的证据链非常完整，逻辑清晰，给我们审计部省了不少麻烦。林总监，你千万别听这个无赖瞎说，他这是恶意报复，那些所谓的证据绝对是他伪造的。伪造？乔主管，昨天海王阁 V8 包厢的35800元发票上印着税务局的防伪线控码，修理厂开具的车机烧毁定损单盖着官方公章。至于录音和监控视频到底是不是伪造的，我相信总部的技术人员比你清楚得多。你乔建国，你还不死心是吗？那你来给我解释解释，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小陆啊，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点，这不叫强迫买单，这叫职场情商投资。你把今天这顿饭安排明白了，你的试用期考核我亲自给你签字通过，否则的话，我们公司可不需要你这种不懂感恩的员工。林总监，这是断章取义，是陆远他自己非要请客的，我那是酒后开玩笑。开玩笑，涉案金额高达35800元，利用职务之便强迫下属买单，这在公司合规条例里叫职务索贿，在刑法上叫敲诈勒索。乔建国，你真以为你在华东区分公司可以一手遮天了？林总监，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只是个刚入职的新人，都是我堂哥让我这么干的。楚楚，你胡说八道什么？乔楚楚，昨天逼我买咖啡让我替你跑腿的时候，你不是挺有组长威风的吗？今天早上强行索要那2500块全勤奖的时候，你不是说要教我规矩吗？怎么现在全成了你堂哥逼你的了？陆远，算我求求你，你帮我跟领导解释一下好不好？我还年轻，我不能背上这种职场污点啊！从你把滚烫的豆浆泼在我车上，却反过来勒索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知道，法律和公司制度不是让你用来欺压普通人的工具。说得好。现在我代表集团总部正式宣布2项处理决定。第一，华东区分公司人事主管乔建国利用职权索贿，纵容亲属违规上位，即刻起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公司，永不录用。法务部已经报警，稍后会有精深大队的同志来带你回去协助调查那3万5的强迫交易案。第二，适应期员工乔楚楚涉嫌恶意剽窃同事劳动成果，参与职场霸凌及勒索，即刻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法务部向其追讨所有违规所得及名誉损失赔偿。
陆远，这份调查报告我看过了，数据非常详实，是你实打实跑出来的成绩。总部很需要你这样踏实肯干又敢于维护正当权利的员工。你不用等试用期结束了，从今天起，你正式转正，并接任策划组组长一职。谢谢林总监。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打工人在面对霸凌时都应该做的合规维权而已。谁是乔建国和乔楚楚？我们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接到10名举报，你们涉嫌一起数额巨大的职务侵占和敲诈勒索案，请跟我们走一趟。小陆，真有你的！你这真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呀！陆远，你来我办公室一趟。赵总，您找我。小陆啊，行啊，平时看着闷声不响的，一出手就把老乔给送进去了。现在林总监提拔你当了组长，真是年轻有为呀！赵总过奖了，我只是按公司合规流程办事，提交了该提交的证据而已。规矩是规矩，但业务是业务。想法是不错，把城郊的废弃老厂房改造成助农集市和非遗文化打卡地。但你知不知道，这种扶贫助农的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本周期长？赵总，正因为前期投入大，所以才需要我们星辰集团这种大企业来做标杆。这份报告里的数据清清楚楚，虽然短期账面利润不高，但能够极大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还能拿到市里的政策补贴，这在长线发展上是稳赚不赔的。少跟我扯那些虚的，我只看这个季度的 KPI。老乔进去了，他留下的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这个项目分公司原来批了20万的启动资金，现在我决定预算砍掉80%。砍掉80%，那就是只剩下4万块。赵总，4万块连给农户搭建标准化摊位的材料费都不够，更别提后期的线上引流和宣传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现在是策划组组长，这可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个硬仗。既然你这么有能耐，能把老乔搞走，那就证明给我看，你不是只会打小报告的刺头。4万块，我明白了。半个月内，我要看到助农集市落地营业。做不到，你这个组长就引咎辞职。哼，滚回你的底薪试用期去。赵总，4万块落地一个文旅助农10位，这在常规的商业逻辑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您这是在强人所难。怎么，这就怂了？早上林总监宣布你转正的时候，你不是挺威风的吗？要干不了，现在就出门右拐。好，这活我接了。半个月，4万块预算，集市不仅会按时开设，我还会让它成为这个月市里的热门打卡点。但是赵总，我们得定个规矩。什么规矩？如果我做到了，这个项目后续所有的运营主导权必须完全归我们策划组，运营部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卡我们的资金审批。行啊，年轻人有冲球是好事儿，我答应你，出去干活吧。小陆，陆组长，赵虎子是不是为难你了？我刚才看他脸色就不对。张哥，别叫我陆组长，还叫我小陆就行。4万块，他这是要逼死你啊！城郊那个废弃厂房我去看过，到处都是漏水的棚子和杂草，光是雇人清理垃圾、通水供电，4万块就得砸进去一半，还剩2万怎么搭摊位，怎么做宣传？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唉，所有人停下手头的工作，开个短会。我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觉得4万块预算做起一个文旅助农项目是天方夜谭，觉得跟着我这个组长没有前途，随时会被赵总穿小鞋。但是，请大家回想一下昨天之前，
你们在乔建国和乔楚楚手下过的是什么日子？干着最累的活，功劳全是关系户的，稍有不顺心还要被强迫买单，被指着鼻子骂。难道你们想一辈子在这个公司里当随时可以被丢弃的工具人吗？这个助农集市不仅仅是公司的一个项目，更是我们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机会。没有钱，我们就不雇外包公司，自己下场干；没有宣传费，我们就利用下沉市场的短视频流量去置换资源。只要集市做起来了，有了流水和政绩，以后在这家公司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敢随便拿捏我们。小鹿说的对，我在这个部门唯唯诺诺干了5年，连个优秀员工都没拿过。昨天小鹿敢为了公平去应聘乔建国，今天我就敢陪他去干这个没钱的项目，大不了就是加半个月的班，算我一个。我也去。我大学是学新媒体运营的，我可以用手机给节拍宣传片，1分钱不用花。算我一个。还有我舅舅家就是种有机蔬菜的，我可以让他带头来摆摊，第1天免摊位费。好，张哥，你负责联系城郊社区的居委会，跟他们谈免费提供水电和清理垃圾的合作条件，告诉他们这是双赢的扶贫项目。小李，你负责专写招商文案。小赵，跟我去一趟建材批发市场。4万块钱，我们得1分掰成2半花。老板，这堆发霉的2手木板我全包了，多少钱？嘿，小伙子，那可是实木的，看你买的多，算你20块钱一个，不还价。20。王老板，这木头底子都快长蘑菇了，最多还能用1次，5块钱一个，我拿200个。顺便，我还能帮你把这块占地方的垃圾角清理出来，让你好停下货的大卡车一举两得。你抢劫啊！5块钱，我批的当柴烧也不止这个价。去，没钱别来充大头。陆哥，咱们还是换一家吧，这老板看着好凶。王老板，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是星辰集团的，现在正在跟城郊街道办合作，搞一个大型的公益助农集市，专门帮附近的菜农果农解决滞销问题。星辰集团？对，这穆老板我拿回去是搭农产品摊位的，你今天5块钱卖给我，我不仅给你现结1000块，等集市开业那天，我还在最显眼的入口处拉一条8米长的红横幅。本集市所有建材由王氏木业独家公益赞助。街道办的领导、社区的大爷大妈都会去，这等于我们在给你的店做免费的活广告。你想想，这附近的社区要是有个修修补补的活，他们最先想到谁？小伙子，你这嘴皮子真够溜的！行，这笔买卖我干了。不仅5块钱一个卖你，我那辆厢式货车也免费借你拉一趟，就冲你那条红横幅。我老王也当一回大山人。成交，多谢王老板大气。陆哥，你太神了！200个摊位的底座，1000块钱就搞定了。我还以为咱们那4万块预算，今天连搭棚子的钱都不够呢。这叫资源置换。在下沉市场做项目，不能光算经济账，得算人情账和面子账。摊位解决了，接下来最大的难题是人流量。小赵，你是学新媒体运营的，我交给你个任务。陆哥，你说，只要不让我去贴流行枪广告，干啥都行。赵大海不是1分钱宣传费都不给咱们批吗？那我们就自己造流量。明天早上5点，你带上设备，跟我去城郊的蔬菜大棚，不用写什么高大上的文案，就拍那些大爷大妈刚从泥地里拔出来的带露水的萝卜白菜，编成15秒的短视频，标题就叫田间直达餐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新鲜大白菜5毛1斤，前100名大妈免费送1把小葱啊！这么土的文案，我们要吸引的不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而是每天早起去超市排队抢特价鸡蛋的社区大妈。在老百姓的眼里，带着泥巴的便宜蔬菜和免费送小葱就是最致命的诱惑。视频剪好后，你不用花钱投流，直接印成2维码。印成2维码去哪儿发？去广场舞的场地发，去接送孩子的学校门口发。只要有一个大妈扫码看到了，就等于整个小区的闲聊群都看到了。走，回公司看看张哥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小陆，成了，成了！一听说是星辰集团牵头搞的公益助农，街道办李主任二话不说就拍板了，不仅免了我们半个月的场地费和水电费，还答应集市开业那天派2辆社区巡逻车和6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维持秩序。太好了，那咱们最大的成本支出全省下来了。张哥，干得漂亮！现在场地免费，建材1000块搞定，宣传也是零成本，剩下3万9，全部用来补贴给第一天来摆摊的农户，当做路费和损耗费。我要让这个集市第一天就彻底引爆！哟，这还没开业呢，就庆祝上了？听说你们去二手市场拉了一堆破烂木头，怎么着？星辰集团的助农集市要办成垃圾回收站吗？陆远，我可提醒你，集团对品牌形象要求很高，要是弄得太寒酸，给公司丢了脸，你这个组长的位置可是连半个月都坐不稳啊！赵总放心，做老百姓的集市，靠的不是高档的大理石和水晶灯，靠的是物美价廉和接地气。到底是垃圾回收站，还是老百姓抢破头的香饽饽？3天后集市正式开业，欢迎赵总亲自莅临指导。哼，嘴硬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你那4万块钱能翻出多大的浪花，咱们走着瞧。小陆，这赵总摆明了是要看咱们的笑话，万一开业那天没人来……没有万一，把招商的名餐定下来，明天一早，咱们就下地去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这场翻身仗，咱们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漂漂亮亮。老张，李大爷家那批散养的走地土鸡都进笼子了吗？千万别让他们跑出来惊了人。放心吧，陆哥，150只纯种土鸡安排的明明白白。刚才还有几个早起遛弯的大爷想提前买，被我拦住了，必须等8点整准时开售。陆哥，咱们那个短视频在周边几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彻底炸了。我刚才去街口看了一眼，我的天，那队伍排的……哎呦，这就是陆组长花了4万块钱呕心沥血打造的奇迹呀！拿二手破木头当摊位，连个像样的开业舞台都没有，你这是给星辰集团做助农项目，还是在城中村搞废品回收啊？赵总，老百姓买菜看是菜叶子新不新鲜，价格实不实惠，不是看你的舞台有多华丽。把钱花在刀刃上，补贴给这些起早贪黑的农户，比请几个礼仪小姐剪彩更有意义。哼，强词夺理！现在差1刻钟8点，怎么？这就是你说的热门打卡点儿？这鬼地方除了几只土鸡和一堆泥腿子，连个鬼影都没有。陆远，我看你今天拿什么收场？哼，准备好你的辞职信吧。这要是让同行看见咱们集团搞这种低端集市，脸都丢尽了。您最好再等15分钟。大戏马上开场。小赵，开门！前100名送小葱，去晚了就没了。那个带着泥的白菜给我留5颗，超市里卖2块，这里才5毛，新鲜着呢。哎，你怎么撞人啊？好狗不挡道，别耽误我买土鸡。这怎么可能？
你们连1分钱的投流都没做，哪来这么多人？赵总，一颗免费的小葱，就能让大妈们自发的在广场舞群家属群里发酵。而真正新鲜便宜的农产品，才是留住他们最好的广告。你用坐在写字楼里的高管思维去衡量老百姓的菜篮子，当然看不懂。哎呀，陆远同志，你们这个项目办得太成功了！今天一早，咱们市电视台的民生频道听说咱们这儿有个零正价助狼大吉，专门过来做专题采访。李主任您好，我是星辰集团分公司的副总赵大海。这个项目啊，正是在我的亲自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审批通过的。我们集团一直秉承着……赵副总对吧？我怎么听陆远同志说，你们公司原本批了20万的预算，最后被你硬生生砍到了4万。要不让陆远同志带着团队去二手市场捡木头，亲自下地去一家一家磨农户，今天这集市根本开不起来。哼，赵副总，你们这种大力支持还真是特别啊。赵副总，请问预算从20万缩减到4万，是因为集团内部对助农项目的不重视，还是有什么其他隐情呢？能请您对着镜头解释一下吗？这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这是我们对年轻干部的考验，没错，考验。陆远组长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得非常受益。我们分公司决定立刻追加后续的运营资金。那就多谢赵总了。刚才您说追加资金，正好，咱们集市下一步要搭建遮阳大棚和常态化的农产品冷链车，预计缺口在10万左右。既然您当着全市人民的面表了态，这笔钱下周能到策划部的账上吗？能，下周一定到账。听到了吗，老张？赵总刚才不仅免了我的引咎辞职，还给咱们批了10万块的发展资金，大家还不快谢谢赵总？谢谢赵总！真正的职场翻身仗，不是靠撕逼和算计，而是用无可辩驳的实教，堂堂正正的把对手逼到死角，让他不得不为你铺路。第一仗我们打赢了。陆哥，账目的最后一笔核对完了。市里下发的第2批公司策划贴，市里下发的第2批助农补贴，加上总部按时打过来的10万块冷链专款，咱们集市的账面资金非常充裕。下周给农产品保鲜的3个大型冷矿就能正式投入使用了。干得不错，小赵。现在不仅是附近社区的大妈，连隔壁几个区的年轻人周末都跑来打卡。他们说咱们集市里的农家土特产比大超市里的有烟火味多了，光是上个周末2天，总客流量就突破了3万人次。张哥，你这是去哪儿进货了？别提了，刚才我去集市巡查，城南种甜瓜的李大爷非要往我车上塞这2袋子东西。李大爷说了，要不是咱们策划组搞的这个助山大吉，他地里那2万斤甜瓜遇上连阴雨，全得烂在地里。现在有了直销渠道，一天就能卖出2000斤。这瓜是全村老乡凑起来非让咱们尝尝的。老乡们的心意咱们领了，但这瓜绝对不能白拿。张哥，你按市场价算一下多少钱，咱们策划组内部凑钱买下来，当做这周的下午茶。公司的合规纪律不能忘，
绝对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是底线。我知道，钱我已经扫码付给李大爷了，扫的是他孙子的微信。小陆啊，不瞒你说，我在这公司干了5年，从来没有哪一天像这1个月干得这么痛快，这么有尊严。我是林兰。林总监您好，华东区策划组正在推进冷库2期建设，一切顺利。这我知道，你们驻农大集上周刚上了省台的新闻联播，总部高昂看得一清二楚。我今天打给你是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针对前期华东区某些高管在驻农项目上设置障碍、克扣资金的行为，总部已经完成了追责流程，免去其分公司副总职务，直接降级调往偏远厂区担任后勤仓库管理员，并且3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管理岗位的竞聘。至于乔建国和乔楚楚，金针那边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3万5的敲诈勒索加上职务侵占，足够他们在里面好好反省几年。另外，陆远，鉴于你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扎实的业务水平，总部有意调你来集团战略发展部，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总部施展更大的权掌？林总监，谢谢总部的认可和您的提拔，但我目前想留在华东区。这个驻农集市刚刚走上正轨，我想和我的团队一起，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向全国下沉市场复制的标准化驻农模板。基层的老百姓更需要这些实打实的渠道，而且我舍不得我这帮能一起打硬仗的兄弟姐妹。好，有骨气，也有定力。星辰集团最缺的就是你这种脚踏实地的实干派，华东区就交给你了，放手去干。总部的合规部门永远是你们正当做事的坚强后盾。大家伙儿都听到了？听到了，陆哥威武！好了，别拍马屁了。各位，回想一下1个月前，我们被关系户骑在头上，被无理索赔，被窃取劳动成果，甚至面临被强行开除的绝境。但我们没有妥协，也没有用以暴制暴的歪门邪道。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完整的证据链，靠的是对规则和法律的敬畏，靠的是我们去建材市场砍价，去田间地头磨破嘴皮子换来的实打实的业绩。大家记住，我们能在职场上站稳脚跟，靠的从来不是运气，也不是背景，更不是什么隐忍不发的少爷身份。遇到不公，用规矩和证据保护自己；遇到困难，用汗水和业绩去还击。这才是咱们普通打工人最硬的底气。都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